好，大家好啊，这里是摩登游戏场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学员采访的65期，天青是我们风格画班学员。然后这个在直播开始之前的话，我看已经有一些同学进来了。我前面在轮流反复播放的，就是天青的本次的作品。然后那个天青在的话，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发个声音。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天青。天青就是麻烦就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讲一讲您的就是家乡啊、学校等等。OK，我目前是已经毕业2年了，我是21届的那个学生。然后毕业之后呢，就从事了那个传统的手绘场景，也是外包嘛，然后工作了1年多，然后在今年的3月底，然后离职了。离职了之后呢，也是休息了一段时间吧，然后过了1、2个月，然后就开始学习。在六月份的时候嘛，然后进入了咱们的风格画班，然后在学习了3个多月之后，然后在自己的作品做的差不多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打包自己的作品集，然后开始准备找工作了，也是在今年的10月底，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了，现在然后找到了工作。然后我本人是江苏省的，是江苏人。当然因为家境的一些原因嘛，然后没有在某一个城市待过很长时间，但是待的最长的话，也就是现在我们正在播放的这个宿迁市的那个地方，我是宿迁市泗洪县的。然后一说到我们宿迁市的话，可能大家没有什么印象，江苏省的一个小城市，但是中国4大淡水湖啊，就在我们家的旁边，洪泽湖。好的，然后另一个淡水湖，应该是太湖吧？在我嗯嗯，们那个无锡，我们另一个家在无锡。然后同时占了2个湖。然后我本人呢，并没有在那个江苏省内上学。然后很多人跟我聊天的时候也会问到，哎，江苏省为什么那么多好学校，为什么没有留在省内上学呢，而选择了省外的河南的一个那个黄淮学院呢？我说啊，如果说如果夸大一点啊，我就本人就比较喜欢动画，但是如果从简一点的啊，我这个人就是没考上。当时8个志愿一路滑到第7个，啊，也挺有缘的，滑到了我现在的黄淮学院的戏剧与影视，然后也叫动画专业啊。考上，然后当时选的时候发现啊，这竟然是国家级特色专业，还挺有面儿，国还家特色挺好的。其实，哦，是对，其实是国家级的。当时叫戏剧与影视啊，其实入学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叫动画专业，就熟悉了很多，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蛮喜欢的一个学校。哎，说到我们黄淮学院，大家可能呃，好像还是不太熟悉，但是有一首歌叫做嗯好，《写给黄淮》，老师你听过吗？没有听过，不好意思。那可能也是比较偏了，写给黄淮写的也就是黄淮。他是写给黄淮然后，学院吗？他本人他应该是比我小1届吧。我们当时在上学的时候，他的工作室好像我记得他是在我楼下来着，本人还并不是音乐生啊，啊，写的一首歌，对，黄淮学院，对，写的蛮好听，蛮好的一首歌，我现在也很喜欢。然后，这个自我介绍是不是有点长了那个没事啊，这个，啊？然后就想让你聊一下，就是你学美术的过程，因为，哦，你肯定是跟那个美术相关的嘛。对，其实，美术是怎么种下了这颗种子呢？是因为我应该在10岁左右的时候吧，我有一位哥哥，是位堂哥。他呢，当年高中的时候嘛，他就学了美术。哦，他当时就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画素描，画的是一个静物的那个玻璃瓶。然后他就说：“弟弟啊，我来教你，教你画这个。”那个时候哪懂什么素描啊，就画个椭圆啊，然后就开始搞，然后就好像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然后那时感觉，哎呀，学美术好酷啊，然后还能搞，还能以后还能画画，说那个好像，然后我哥还说什么动漫也是这么搞的，哎呀，那更感兴趣了，不得了。然后小学的时候呢，然后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就给我报了一个国画。可能我爸爸比较喜欢写字，当时我就想着，哎，搞个国画吧。当时学了1年左右吧，
但是，一直到6年级左右的时候，那个后来是应该学业比较重了吧，然后后来上了初中，中间这黄金的3年啊，没有把握住，没有去学美术。其实那个时候如果学素描啊、色彩，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个但是人是觉得不用太过于这个遗憾，说错啊，过了哪个时间，对对对，其实因为现在就是你想想了，只要天赋在的话，其实嗯早晚都没关系。就是对对对，他很多人他有天赋，即使是退休之后，然后开始搞的话，他也比普通人要快得多得多。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就嗯是就是这样。回过头看看，哎，就是感叹一下，但本人可能并不是这么想的。啊后来我的高中呢，因为这颗种子终于发芽了，然后在高一选那个方向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就选了美术，毫不犹豫。然后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正儿八经的，就是为了冲击那个艺术统考嘛，然后开始学了，一直学到了高三，然后那个也就是，哎，这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应该是16年的12月份，然后那个考试，那个时候，嗯，其实特别喜欢素描、速写，然后我们老师还说，因为怎么说呢，好像是我颜色不太多干嘛？我们老师还说那个你是不是那个色弱？啊啊啊！给我整的挺害怕的。然后现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其实发现色彩更有魅力一些。但是，嗯，真正到了大学之后，可能因为也不是美院这种级别的院校吧，我们因为动画这个地方，那个我们对于那个软件，那个专业课比较更多一点，特别是U15啊、玛雅，我们当时学校学的是玛雅，嗯，工作之后才学的是 Max。哦，然后在大三的时候就对 U14那个时候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但是毕业呢，当时疫情嘛，然后有一个老师就给我们，我们的那个指导老师就给我们对接了我后来毕业的一个，就是我上家公司的那个，公司，然后就对接了之后就很顺利啊，就直接毕业之后就顺利入职了，然后一直工作到我离职。那家公司对我的，无论是专业技能啊，还是一些以后的未来规划，都有了很大的启发。嗯，那我感大概对觉学校做的还是挺到位的，能帮助对大家去找对接公司。对对对，还当时是疫情，就嗯特别好。对，我刚才有个小的问题想问您，嗯，哎，但是我岁数大了之后，突然忘了那个问题是哎呀，什么了。这话说的肯定是我话说太密了，给你顶过去了。早知道听听你，先让你说。我想想，就是对，我想问的是，就是因为你最开始说你是高考的嗯时候有了一次相当于失利的情况，那个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你是为什么会说志愿嗯，这第7个才录取呢？就是分哎，数为什么考的比较低？当时当时其实现在想想也挺后怕的，也不知道应该是感谢当时那个还是应该啥，就是当时呢，我们是在徐州那个嗯徐州考试的，然后那个学校特别的大，这个学校内部都有公交车的，徐州的一个我现在都忘了是哪个学校了，但是我啊，印象里面真的好好的好特的，别的大，能容纳1万多考生。嗯嗯嗯然后我们当时考试考试，我们就是，在进考场之前呢，就要把自己嗯，的东西都搬过去。我搬的时候呢，我的画包断了，然后哦我要搬那个色彩那个色彩还挺大的一个盒子，我一路搬着，然后当时在楼下排队，我搬了很久，然后就胳膊很酸，然后嗯嗯然后一直然后等到考场那个他说已经可以进考场了，然后我就搬到了，然后还是4楼，我就一路又提又那啥的，然后就扛着，然后就到了4楼。到了之后呢，我的手臂已经开始酸起来了。就当时已经开始酸起来。第一门考的是速写，速写还好，速写为什么后怕呢？因为当时那个老师在收试卷的时候，他特别用力。我感觉我现在想想，他如果当时再用力一点，我的试卷都要被撕烂了。啊，当时就是主要是因为那个手臂，我当时现在还记得，当时画素描的时候手都在抖。就是第一个是紧张，第二个本身已经没有力了，对吗？对，也是挺紧张的，哇，但是当时手那臂都酸了，哎呀，哎，后来想想也想过复读，但是，哎，后来发现哎考上本科了，那就不复读了，嗯。就是这样。那这个感觉是个小概率事件。那如果啊，要是说，是个很小的概率。
那如果要是说想总结经验的话，那比方说大家买，比方说画包买嗯嗯嗯，更高质量呢？对对对对对对对，一那就定要就是多多花点钱那样。对，因为对，因为我们当时那个是为什么之前没有考虑过就是画包这件事呢？因为我们是学校内部包的一个那个就是培训美术的地方，就我们这样对面是教学楼，下楼就是那个美术画室，就基本上完全用不到那个画包，就我根本就没有，就只有在那个我们统考的时候，老师说同学们啊，那个搞个画包，我说画包是啥？那个时候还是找老师代购的。那这么说的话，就像那个全副武装5公里行军应该多练的感觉是这对样。对对对对，就嗯。真的就是在这种小地方不要就是太马虎吧，是一个经验吧。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您来学习摩登班之前，我记得您是跟我提到说您是在这个奇缘这边看了一些对，视频，然后包人拉巴拉去巴拉巴，嗯，嗯，这个也是之前好几位同学也都对对对，介绍我记得过这位。好多个同学都听到过。对对对，那个有一位同学是称之为赛博什么来着？哦哦哦哦，瑞同赛学，我记得，博地边什么什么教父，这个嗯，就是大家对他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的，因为他应该是周六的时候他会免对对对，昨费的给天昨网友进天晚上还行点评。直播来着，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包云拉布拉拉布拉布拉，啊。然后您是在这上面留言问的是吗？你给我发不是啊，了个图。这并不是我，不是你啊好。对，然后他是有一个就是，关于地边的一个，也是那种也是一个直播中提到的一件事吧。然后是一个录播，是他本人的一个录播。然后当时我就翻，我就看评论，当时这个评论还比较靠前，是在前面，当时没有几个评论。然后其实我本人是比较了解墨画的，我是先了解墨画。我说哇，影视区是这个，游戏区是这个我一定要我一定要看看这个摩登班是怎么回事。然后当时就登录了咱们的咱们有个官网嘛，然后我就去咱们官网看了那个班的详细介绍，我记得有那个每一周的进度啊，包含了哪些内哦，容。对对对。那个其实不好意思，后来我们官网并没有维护，现在就啊，是仅仅存在于哔哩哔哩和 ArtStation 上，哎呀，我们的介绍。我当时也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通过第一印象是通过官网，然后就后来就进咱们的这个 B 站那个主页，然后去了解那个咱们的学员采访。当时我只是从小熊吧，应该是小熊那哇，个那是第2期，你看的哦，好早啊。我从哎，其实这时候又可以分享一下了，因为我在那个学习的时候嘛，一个人很无聊，没有人陪我学，然后没有人陪我说话，然后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说话，然后我嗯，就是。我就去挨个听咱们的采访，基本上是挨个听，从咱们的摩登老师那个采访，然后到后面，然后最新的采访，我就挨个看，我挨个听，挨个听，一边学边听边学边听，确实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那个采咱访最采访学的。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短小对的，对对对，基本上我但记得好像是是后来的几个话，我其实同学，是为了考虑说，想把嗯它整理成文档或者是那种更多的视频的形式，所以就嗯你可以看到后来的采访，它那个就变得更复杂了，已经。嗯，我记得咱刚开始的时候是几位同学排队吧，是吧？是那种排队，就是第一位同啊，学对，一次先采访会采访2个，啊，但是对我后来对对对，我是考虑，我想就是特别平均的尊重每一个同学，所以后来的采访都是太人安排性化了，天每豪老师，次只采我都要哭了。访一个人。嗯，可以，确实很有趣，我觉得咱们采访都很有趣。所以就是能看到其实不一样的人，尤其是我印嗯象比较深刻的是，其实第一位采访的同学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嗯他那个叫凯德奇，嗯他那个网名改了一次啊，啊，他就是自己也是从兴趣出发，从造船厂的电气工程师，啊出来做游戏，嗯就是也是一个自驱力很强的一个人。反正我是就是挺喜欢这位工程师，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对了，那个刚才在留言里面有人提醒我，就是包瑞拉布拉布拉，被称为赛博地边菩萨。对，地边菩萨，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想请您说一下，就是因为你学的是动画专业，嗯。也接触了很多的软件，但是为何就是影视游戏这边，你后来就偏向于游戏场景这边？你为什么喜欢呃，这边？这就要回到我的职业规划了，因为那个在大学的时候嘛，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的针对方向就是往游戏里面走。然后我们当时有那种，就是类似于有影视的，也有那个针对游戏的。我当时就针对的就是游戏。然后那个毕业之后不是也工作了一段时间嘛？为什么说一开始是有在了解影视？然后没有在影视上面一直走下去呢？因为我想着自己投资了那么多时间，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有在了解这方面的，然后就其实人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想法，就是我已经在这方面走了很久了，我就不想把我之前的路全部先掉重来，而且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方向，我并不想中途把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给荒废掉，就是这样选择的。就是您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当时是接触的3维还是2维的游戏的美术相关多一些？大一的时候我记得是有，嗯，动画那个概论会比较多，然后到后面，然后开始到了那个3维的选择，有没有3维和2维的选项？就是你可以选择平面，也可以选择3D。我当时选的就是3D，就是有，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就自己从自学到后面到工嗯作这段时间，嗯你就感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一些领导啊，或者嗯。是同事啊，或者是老师等等，给大家我能介绍也可以。OK，如果从自学方面的话，那就不用提了，就是咱们的摩登老师嘛，嗯，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老师，能把游戏的全流程都从零怎么搭白盒，然后到后面落地怎么去细调那些细节都特别的到位，而且并不是说他，因为可能有些人就是不太擅长会教学，就是他，因为咱们不经常会说嘛，有些人技术特别好。但是他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摩登老师真的是一个很会去教学的一个人，他非常适合来给我们这些嗯不是那么了解全流程的人去介绍怎么去嗯就是学习，怎么去系统的去学习，因为游戏并不是一门在咱们国内嘛，并不是一门就是像语文、数学、英语这种传统的教学科目。它可能没有一个从零开始的一个教学大纲，蒙老师能自己总结归纳出一套完整的体系，我觉得就是非常好。而且我印象最深的是，反而并不是那个某一节课老师哪一个技术点讲的特别好，反而是有一次我们在6月18号的时候吧，我们有一次那个就业辅导和职业的一些那个摩登老师的职业那个分享嘛。啊，对对对，对，当时我们其实讲了有2个小时吧，我记得老师当时讲的，我记得口都干了，2个多小时。然是的。后老师真的分享了很多很多，应该那个我记得咱们后来有一次那个直播中有那个公开这节课吧，那那个个职业实际上是我的一个就直播素材，我有时候啊晚上就给大家免费放一放，放讲座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都真会轮播，的特别好，嗯。那个职业分享特别好，还有怎么去和老师甚至讲了怎么去和一些同事相处的一些东西，一些小技巧和自己的心得，20多年的心得，真的是分享的特别好，我觉得蒙老师20年血泪史嘛，就是整理成几对的，节课给大是家讲一讲。真的受益匪浅，我觉得两个小时可能都不够老师讲的，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工作中的那个受影响特别大的。其实因为我就在一家公司工作嘛，然后其实也就接触的领导，也就是我上一家公司的领导，但是在那个公司也不是特别大，也就是外包公司的话，当时有发展到100多个人，总规模有100多个人，然后我们那个公司有一位艺术总监，他也我印象中好像也就33左右吧，一位从上海交大毕业的，因为他对我帮助很多，其实除了工作之外，我都喊他老师。然后，他不仅是只负责我们3D，我们传统手绘的这个3D，
那个3D 部门，他还负责原画，还负责次世代。然后在这个公司起步之前，他还有设计过动画，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大佬。然后他的怎么说呢？他不仅仅是从专业技能上对我有影响，他还对我那个怎么去和同事沟通，怎么去对自己的一些工作中的问题，然后怎么解决，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在我工作转正1年左右的时候吧，他就离职了，因为身体原因。他从公司刚起步的时候，他就有在公司那个工作，然后有了胃病，然后颈椎也不好。哦，对，正儿八经的，就是我也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有了后遗症，真的特别重，真的特别伤身体。我那位那个领导，他就是有了胃病，经常吐，然后颈椎病犯起来的时候，有时候走路都晕。哦，那确实应对，一定该休息一要注意，段时间。对对，一定要注意。然对，后如果直到我离可以的话，职，他也休息几没回来。年也可以。对对嗯，对对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这2位老师了。嗯好，那就咱们就直接讲你这个原画的，就是找参考的过程吧。，OK，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这个原画对，是这个拉赞。样子。然后嗯呢，这是这个最终做完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还原的还是很棒的。那咱们就先聊一下，就是这位原画师，大家可以是我们国看到，内的一位小姐姐，叫拉赞，拉应该是赞，拉赞吧？拉赞，是拉赞，广州的一位。大家可以看到，就如果你搜他的名字，那么在 ArtStation 上你就能搜到他的主页。然后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之前的一些作品。然后您选的是这一幅，您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喜欢这幅原画，想做这个？嗯。因为当时我们在那个课程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那个每个进群同学，田浩老师都会说嘛，尽量先把自己的原画调好，然后给摩登老师交流，看看这个原画的能不能适合我们去还原，对吧？然后当时其实我对对对，选了5、6幅，有嗯嗯，特别大的，也有特别小的，然后有局部的，也有整幅的。然后在当时选的时候呢，因为我之前有工作过嘛，然后也有接过一些测试。其实对于这种建筑类型的，首先就是它的元素不能，我自己当时选的时候，我就想着元素不能单一，它不能只是单纯的石头房子或者是木质房子，就是元素尽量多一点，起码要有石头，要有木头，最好要有一些植物，然后造型不能，这个造型我感觉蛮好的，非常的也很厚重。就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那种房子。然后它的造型呢，剪影也非常丰富，就是细节变化很多。但是我还原的时候发现，这些我当时夸赞的地方也成了我的问题难点。是，而且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本身没有背景，你需要慢慢的填充这对，个背景，也是一这这也是，个工作量。对，给后续的学习的一些同学的一个小经验吧，就是，嗯，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时间，然后来安排，因为越是没有完整背景的原画，你需要去设计、需要去动脑子的地方、需要去修改的地方就很多，对对对。这也是增加你的工作时间。因为我自己真的是就是换了周围的场景，真的换了蛮多版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它，我给大家播放一遍它的这个过程图吧。其实刚才也放了很多遍，可以看到从最开始的构图到后面，实际上翻天覆地，这也这是摩登老师改了非给的意见。常多次。嗯，那就是您那个肯定也得找其他参考，就是除了这个前面的之外，就是有的。你还得找各种其他场景。哎，没有放进来吗？我那个，我好像是给打包在里面了。我看一下哦，啊，没事。稍等。嗯，嗯，嗯是一个单独的那个参考文件夹。哎，文件夹叫参考吗？啊，对，就叫参考。哦，抱歉，这个哦，我以为是不方便放。不是这个方便，我忘了这个文件夹了。稍等啊，其实也是放了这个一部分，因为实在太多了。
就是放了一些，大家实际上找参考的时候会非常对对对，的多。真的很多，我我建了5、6个文件夹去放参考。其实就是我就直接从我这些我放的比较关键的参考吧，就是针对我当前的作品的一些参考，就是在无论是设计那个在雕刻的时候用到的参考，还是那个在环境中用到的参考，其实都有涉及到，特别是第一章，在第一行的时候，第二章，摩登老师帮我在课堂中寻找到一个参考，我的中间一个过程图其实有针对性的对这张原画去那个模仿，其实有一个地方我山特别大嘛，然后就是模仿的这张，这张老师当时说这个草地的颜色特别的棒，然后我就在课上把这张图截了下来，然后私下就进行参考。嗯，后面的话就是前期的时候，我对原神真的是截了很多张图，在里面找那个湿地啊，然后悬崖啊、水啊、河道的一些图片，就是想要融入到自己的那个图中。但是那个在后面的作业提交中，摩登老师说，就是我这张建筑的原画，它本身就已经很丰富了，很厚重了。然后其他的一些那个周边的环境，应该是为了我这个中心，然后去当一个配角，像红花、陈绿叶这种，就是当是是。衬托。然后就不必像把我找的中的一些那个环境啊，就是全都融进去，特别是那个有一个是瀑布的那个过程图，就是应该是在第二章还是第三章的时候，过程的有一时候是吗？对对对，过程图这里有没有？应该嗯。诶，哦，这个吗？这张对对，就是这张。这张的话也是模仿《原神》的中间一个那个湖的场景。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在哪一期咱们的采访中啊，然后老师有说过这个水啊，就是有水的地方就要看到源头，就是这样就能让我知道水从哪里来，然后或者水从哪里去是一个指引性的方向。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然后我就想着在自己这个作品中啊，加一个这个瀑布吧，就是那个能看到水是从哪边来。然后老师说这个水就把我后面的那个空间给挡住了，就是让我显得很是堵，是。就是对吧？然后就是就不要直接把这一版给改掉。还好当时是在白河阶段，然后就其实很好，因为如果教的，这也提醒大家，尽量自己做的教的勤一点，因为有些自己的想法很不成熟，就是真的会后面再反馈修改啊，就是这张右下角这个水，当时是想参考这个，然后尽量作业交的勤一点，就是免得就是到后面自己的工作真的会由于时间差，然后导致嗯东西已经做的蛮好的了，自己做的就是已经堆了很多时间在上面，但实际上呢，可能因为自己的工作年限或者是自己的眼光审美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可能就是会有很多反馈，很多修改，也是无形中增大了自己的工作量。想问一下，就是您那个学习的过程的，嗯比方说时间安排呀，嗯。大概用多长时间呀？然后包括你那个学习环境、电脑配置等等，你跟大家介绍介绍。我自己嘛，因为是3月底就离职了嘛，然后中间也是自学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到6月份也是一直在全职在家里面去学习。每天的话，我基本上时间规划是12点多起来，然后一点钟好好好。吃完饭，然后1点多到2点钟已经正式开始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正式开始学习，一直学到晚上6点，然后吃个饭，然后我女朋友回家之后呢，我会休息一下。然后等到9点或者是8点左右的时候，然后又继续做。然后，为什么说12点钟起来呢？因为晚上真的夜深人静了，这真的一下精力就很容易投入进去。我基本上在7、8月份的时候嘛，暑假的时候，每天就是3、4点钟睡觉，就很晚。那你这么说，就是虽然3、4点睡，这个时间上确实还可以休息的时间，啊，就是的，只不过你是生活在另外一个时区的，相当于。对对对，是另外一个时区的人。
有效工作时间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长，就因为我也不想让对对对，把自己的，对对对对，其实每天要是能到8个小时，已经算蛮已经辛苦了。非常好了。大家也不要把自己就嗯，是时间工是是作那么对，因为基本上有效工作时间，我觉得8个小时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那个学习规划了。是的。然后对，也是做了您那三个月，个电脑硬件给大家讲一下，大概是什么配置？3060钛，然后那个3060钛就都是8G 显存嘛，就是非常做的时候非常容易爆显存，特别容易爆显存，真的。然后是32G 的运行内存，双屏，然后屏幕的话就是双屏，一个2K，一个1080P。对，那个大家可以就是考虑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个人作品嘛，所以说纹理啊或者是优化，我们不是会优先考虑的内容，嗯，所以也就以至于说比较容易爆显存。就大家如果要是考虑买新的显卡呢，实际上你可以考虑，比方说它的那个 GPU 的性能可以低一点，但是显存尽量大一些，这样你对。就是自由发挥的空间会大一些。但是话说回来，就是您那个3个多月的时间来做的话，还是我感觉算是比较快的情况了。嗯，我觉得我当时还没有这种感觉，当时因为当时我学那个 还可以的，我感觉 SD 的时候，速度还比较快。学 SD 的时候卡了1、2周吧。然后您是这个周作业是交的频率怎么样？日我常跟摩登交流的频率高吗？还是说就是集中在私下交流不是那么多，基本上都是嗯嗯靠每周的点评，因为我基本上每周都交，每周都有交作业。然后中间也是提到那个 SD，中间学习，头一回接触嘛，然后就比较慢，然后就有1周或者2周没有交作业的情况，其好，他的基本上每周都交。我感觉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习其实咱们的规的思路。划真的已经非常合理了。啊，实际上我感觉要是如果是在职人来做的话，就是这个还是比较吃力的。因为那对个蒙老师对对对对，他每周给你的东西的量，如果你要是按照我们那个周来看的话，其实他那个蛮大的。录播量还是非常大的。对对对，嗯。所以大家如果是在职来讲的话，就是您如果要是比方说您4、5个月做不完的，实际上是很正常的情况。很正常，很正常。对，因为那个辅导实际上不仅仅局限在这个20多周的直播周期里面，就目前大家如果没做完的话，是在20多周直播周期之后的话，是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继续找摩登。所以很多很好的作品，大家可以看到的，包括我们也采访过的，有的人是8、9个月、9、10个月慢慢的做完的那样的，其实，也有好的效果，不用太过于着急。就像您这样，就是比方说环境相对轻松，然后就有嗯，自己的电脑的情况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情况。对对对因为有些人是在外打工，他用的是一台笔记本，就是如果对对笔记本虽然说有的性能也蛮好的，但是它还是不是那么稳定的情况。对，毕竟和台式和笔记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嗯，然后咱们就开始说比较重点的东西，就是嗯。您做这个作品过程中，就是从这个最开始的白盒呀，到后面 SD 啊等等，就您有想说的点的话，就跟大家讲一讲，然后我在这边 OK 配合您放一些图片。OK。在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从咱们那个白盒开始设计的，就是到 UE 里面，这一版其实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建筑呢是比较复杂，然后就没有办法像那个其他同学用那个基本的 box，然后就能拉出来，然后基本上就是在Max 里面把那个基本的造型给造好之后，然后再去 UE 里面去设计环境。在第一版的时候呢，就这一版是想去参考其他同学的环境，然后发现不太适合自己，然后后来做了第二版，第二次在交作业的时候，我交的还是白盒，然后只是把颜色在 UE 里面去稍微调了一点。在白盒的设计阶段呢，嗯，建筑基本上就是对着原画去做，然后就是固定好相机的机位之后，然后用那个截图软件嘛，然后开个半透，然后确定好原画和自己的那个镜头能完美的对上，也不是完美吧，就大概到90%或80%之间，就尽量能看出来这是我这个建筑是对着这个原画去做的。尽量考验的一个还原度嘛，叫还原度。然后，在后面的话就是我其实因为这个环境啊，就中间说空白都很多，都是需要自己设计。然后就是我改了，其实
不只是作业里面提到的，就是也有那个自己私下的一些想法，然后也是在反复改。后面呢，嗯，就是讲到那个其实有到雕刻的阶段了，就是嗯，门的那一张，就是引擎效果门的那一张，这张其实我是想过也按照以前的那个工作思路，然后再加一些那种风化手绘的感觉呢，其实很不理想。当时做木头的时候，然后就有这种想法，做门和木头有这种想法，但是不太成熟。后来呢，就摩登老师给我了几次反馈，说要体现出次时代雕刻的这种质感、这种感觉，就不要那么的平。然后这个门后来我又重新做了一遍，然后桥我也重新做了一遍，有迭代的过程嘛。然后再后来就是到那个 SD 了，SD 的 SD 过程其实，我其实之前采访的同学呢。也有那个我中间好像没有放出单独的图，因为那个 SD 的这个中间学习很不理想，因为要放到引擎里才能看到效果。我一在学习 SD 的过程中呢，基本上都是2倍速过一遍 SD 的那个教学流程，因为很多东西，老师在前面讲解功能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然后到后面真正实现的时候呢，可能会做微调。如果自己在每一步都按照老师中间那个去想着咱们按死就班，然后去做的话，其实效率不太好。你最好要先了解一下这个老师在中间讲的那个这个作用是什么，然后再去跟着老师去做，这样就不会有一些呃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嘛的一些情况了。然后，我基本上就是跟着老师做一遍老师在课上用到的效果，然后再针对自己的作品，然后再做一下那个自己的一些那个所需要的效果。但是不得不提一点，就是虽然我们确实有很多同学在问这个情况，说 SD 中看到的颜色，然后和它进引擎的色差会特别的大，然后这点我个人是这么解，就是在 UE 中调那个颜色和颜色节点，就加一个嗯那个叠加的效果，然后去调它的明暗和饱和度，还有那个色相，因为确实没有办法一步就能在 SD 中做出自己所需要的真正的效果。然后再到后面就是一些引擎的场景迭代的基础问题嘛。一开始的时候我用的其实是 UE4，在第一张图的时候，对，我用的是 UE4，那个时候还非常的流畅，没有，我的机箱还没有咆哮过。啊，然后到后面，然后也有其他同学也教的好像也是 UE4，因为我们的课程也就是当时也是从 UE4开始的嘛，我记得。然对，后，然后摩登老师说，就是为了更好的效果嘛，然后然后跌到 UE5，然后还好我在第一周交过作业的时候，我就转到 UE5了，然后转到 UE5之后，我发现我这个台式就已经开始跟那个电暖气一样了，在炎热的夏天还要烤我，就是很容易发热，然后。迭代的话，真的确实就是刚刚有讲到空白的地方需要自己设计，迭代了很多。然后，中间有遇到过一次，非常有心的问题，因为当时自己研究了很久，然后也有在群中问我们的那个光照老师，然后还有问我们的陆老师，然后讲过就是在这张图吧，就是我的树会很黑，中间的 AO 特别的重，当时，我们说要那个按照咱们群里面就讲过，当时我好像没有翻到上一次那个同学说的那个方法，就是要关掉什么设置的那一个问题嘛。但是当时是那个咱们的池绿者同学也是采访过嘛，然后池绿者同学说要把那个硬件光线追踪关掉，然后就会好，就会基本上我在 UE4中看到的效果一样。哦，当时特别感谢这位同学，因为他当时已经把自己的东西做完了，然后还可以在群中分享自己的经验。然后中间改场景的话，就是有讲到咱们的前景、近景、中景这个层次的分开，因为我在前几次交作业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个空间感拉出来，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空间感推的，就是有那种很深的感觉。对，特别是这前几张就是很近嗯，很堵，基本上都在同一个同一个层次上。
这也是，所以后面的话就是文老师每周的时候基本上都能给我提出我怎么去修改我这个空间感的问题，基本上是在最后一排的时候，对，最后一排第一张那个作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开窍了。老师开窍。也跟，老师讲的那个摩登老师讲的也是比较好，就是怎么去处理远景的这个山上的，就是因为你单独放一个小山在上面，可能看不出它是一个远的山，就要用它的其他的一些树啊，或者是云啊，把它的空间给对比出来，然后这样才能有一种推远的远景的感觉。然后在后那个面讲的话，我插一个小问题，因嗯，为刚才有一个同学留言就嗯问您那个什么是 SD 软件，要不，SD，您给他介绍一下，就这个，哦。大家可以看到这幅图就是 SD 的对。做的纹理的效果。SD 的话，基本上就是程序纹理嘛，它做出来的，如果是没有去严格定制一些结构的话，它做出来的东西，像我这张图，它做出来都是四方连续的，就是可以平铺在一个那个模型上面，它是没有，基本上就是没有接缝的一张图嘛，是一个程序纹理。它的嗯，另一个软件可能大家比较熟悉，SP Substance Painter，然后它也是一个绘图的软件，就 SD 是一个 SD，它也是一个绘图的软件，它只是它不同于 SP，它是一个 SD 是一个程序纹理的一个绘图软件。然后我们流程里面加入 对 SD，这样实际上是为了应对说大世界的啊，这样的游戏，因对对对为它的面积实在太大了，所以说要对对对，是用那种独立的传统的工作流程来讲，会特那个纹理别的大。数量会特别多，就嗯会太大了，所以说就没有办法，我们得想办法用更多的平铺纹理覆盖更大的面积，这样。嗯好，那就是回到您这里来，您继续。嗯，然后刚才有讲过一些，就是 SD 和 UE 的那个显示效果会有区别嘛？然后就是要在那个UE 中是那个做一些节点变化，就是模型的材质、颜色变化，要有一些微微的修改，不然达不到就是符合原画中的一些颜色感觉。如果纯在 SD 中调，就是纯在那个咱们的绘图软件，不管是 SD 还是 SP，因为要在那个软件中稍微调一点，然后导出，然后再到 UE 中再导入，哦，对，然后对，还是是不是？比较累的。然后对，是比较繁琐的，所以我直接在 UE 中直接在 UE 中调一些颜色，就是在绘图软件中做好了一些细节上的处理，然后再到 UE 中，然后去调整它的一些明暗色或者冷暖这些色彩倾向的变化。嗯就相当于是在这个纹理的母材质上面把这节点加嗯，上去对对之后，是用对材质实例的形式去调它，是吧？对，是的，就是这对，样。这样的话会非常快，非常高效。对对对。嗯，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我也没有加很多那个嗯云啊、鸟啊这些东西，我就是就希望想自己纯粹靠自己的能力，然后去搞，基本上只加了一个水的材质。水的材质的话，就是在某宝上面就是有很多那个风格化的场景嘛，就是大家可以挑一挑自己喜欢的，或者是在那个 B 站上面也有一些分享那个游戏场景，就是我在应该是一个风格化的场景中挑选了一款水的材质，然后直接拖进来了。其他的那个风啊、粒子啊、什么Niagara 我都没有加，对，还是比就是 较自信感觉。不是自己，就是也是自己吧，就是自己做的啊。那个大家就是听到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对于这些像什么 shader 啊、粒子特效这样，因为大家考虑的，因为来这个班学习的大部分是场景美术嘛，所以嗯，我们要就是勇敢的去拿来主义的用这些东对，西，千万不要说把过多的精力在抠这对些 对对 shader 的细节上，没有太大对，必要。不要就像我一样。我们就只需要把这个美术效果做好。你如果能在其他项目中借鉴到能用的这些元素的话，拿过来是非常好的。是的。然后就讲到那个咱们的最终输出吧，就是最终的竞争和动画的这个输出，就中间因为中间的迭代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在课上老师给我的一些反馈，在那个竞争输出的上面的话，就是直接用的高分辨率截图，因为呃说到高分辨率截图，就是那个我每次调到100%或者200%的时候，我都会报显存。
然哦，对，后就要重新打退一下。是的，是的，是的。就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我有一次截图给摩登老师看我那个作业的时候嘛，然后摩登老师说：“哎，你这个墙壁好像那个什么 normal 不对。”我自己都没注意到，后来发现原来是显存报了，就是那张贴图坏掉了。啊，会花掉，对吧？嗯，会花就不是它是一点点的那个 normal 错了，那个 啊，normal 凹进去了还是反正就不对。啊，摩登老师就说：哎呀，你这个地方好像有问题，让他再检查一下。”啊，真的是看得非常细，摩登老师。然后就是说到那个，和咱们登老的那个交流嘛，我就是刚刚有咱们提过，我基本上的交流基本上就是每周作业的那个讲座嘛，就是咱们公开的这个，不是咱们公开，咱们那个课上的那些作业反馈、作业点评。然后直到在我9月份中旬的时候，在课上说啊，那个摩登老师说，你我这个作业就是差不多快可以了，就是可以就是让我私下里和老师单独提交一下作业，就是考虑一下后续的那个渲染输出的问题了。然后这个就其实挺自责的，因为那个我自己因为那个想要找工作嘛，然后当时我计划里面就是说十月左右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整理作品集，然后就是开始找工作。但是因为我在个人的上面一些时间上那个问题吧，就是其实在最后一次和蒙东老师交流的是9月25号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嗯老师最后一次也不是倒数第二次给我提一些反馈嘛，其实中间有嗯，3、4次反馈，但是我一想自己的和自己的那个，我想着自己的东西。我也想做得更好，但是这样要投入大量的工作时间，可能会和我后续的找工作就是有点冲突。我想着，要不就先找工作吧，到后面工作稳定了，然后再去那个嗯给老师就说发布作业发布作品这件事情。然后其实这也可以跟那个其他同学就是说一下，就是大家也不要想的就是说这个思路是对的呀，是完对对对，全正确的呀。谢谢，对，就是也不要想着就是哇，我马上这个课就要结束了，我焦虑感好强，就是老师会不管我撒腿不管我，完全不要想撒腿撒手不管这件事情。我可以说真的我甚至这个啊，作业都是摩托老师催着我说，老师不是催着我，就是老师主动问我，你这个天青同学，你这个作品怎么样了呀？问了我2次，然后我其实挺不好意思回的，因为我为了找工作然后这件事情，然后做测试啊、面试啊，然后其实并没有离我最后一次交作业的修改并没有改变很多，就是但是我也想，我也就然后但是。蒙道老师并没有给我那么强的压制力嘛，一切都源于我的自责。然后我还是就压制。是说，嗯，然后我还是很鼓起勇气，然后我就说，老师，明天我就打包给您看一看。然后也蛮顺利的嘛，因为中间我也有时不时会回头去改，想起来啥，然后就回头改一下，然后再针对老师中间特殊提到的一些地方，然后针对性修改，然后也就是顺利发布了，顺利完成了咱们这个作品。那个我还得插一句，就是有个同学嗯问那个 Megascans 里面有一个 Mixer 那个文理软件跟 嗯 SE 的嗯区别。我个人认为，就是那个东西它给你的就是素材的话，是它库里面固定的，而且它是偏向于做写实的东西，很方便。但是如果用 SD 来讲的话，就是它来制作风格化的东西的风格化的四方块区纹理，也会非常方便。而且它在做风格化纹理的时候，感觉是很难被替代。但是，而且它也同时可以做写实的四方连续纹理，都可以。就是这个回答这位叫 Fly Coco 的问题。然后我怎么感觉您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个画面比你那个竞争稍微好一点呢？哎，有吗？我其我感觉实并没有光影的效果可能会好一点。嗯，可能吧。那我那个我哎，我其实您输出的时候是用的是那个什么渲染模式？是用的 MRQ 吗？还是用的正常的 就是正常的那个就是渲染输出的时候，它有个图 Sequencer 像序列。对吧？哦，对对对，嗯嗯。就是那个 Secret。就是大家如果要是频繁遇到爆显存的情况的话，可以考虑用 MRQ 的瓦片渲染方式，它会把这个一幅画拆分成6个或9个这样去渲染。
嗯就那样的话，就你可以在小显存的情况下输出大分辨率，然后这就是这个一个折中的方法。但是它也有自己的缺点，就是它会影响一些全局性的特效，就是你有可能会有一些后处理的东西它显示不完整，所以就是大家有可能的情况下，肯定是硬件的显存大一些好一点。对对对，硬件显存太重要了。就是您那个像后处理体积和光照这块儿，有没有一些什么调试的东西可以跟大家讲的？其实在这张图的时候，在这张应该是这张图，哦不对，是这个是视频。中间交，哦对对，交作业的一张图，就是我的那个最大曝光是并不是000，应该是有一个是一，在倒数第三张，这个是吧？倒数第三张，再往前哦，再往前一张，那个这个吗？云是比较亮的，对，这个云是嗯，比较亮，是因为我那个后处理当时没有调好，就是那个到后面我就又调成了那个零，就后处理那个盒子嘛。后来发现那个云就暗下来了，这个云其实比前面淡一点点。然后摩登老师也是一直在给我提，就是说把那个云再提亮，再提亮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这当这个云片就是我再怎么提，它就是这个亮度了。后来还是把那个后处理稍微提了一丢丢，稍微往上提了一丢丢，然后还是就是稍微好了一点点。其他的话，也就是调了一下那个，色彩平衡，就是往原画的那种稍微黄的那么一点点的那种感觉，就没有那么黄，就是往原画上面去靠了靠。其他的话并没有改太多，就非常朴我感觉这素的一个，色调改成这样的话，感觉蛮好的，因为你前面这个色调的话，就会很显得，很冷，对对对，大家看到的而且特别多，就是这个蓝天嗯嗯嗯，特别蓝的这个情对况，对对对对，这个我感觉调的挺好的，可以可以可以。其他就是非常很朴实无华的，很朴实无华的调节，对，嗯，这个输出你基本讲过了，我想想。嗯，哎，对，您这个后来输出角度就只有这一个，对吧？您有没有考虑当时从别的角度做一做呢？是当时间不够了，然考虑了。对吧？当然考虑到了，我特别想做那个从就是右边它有一个小纸油巴的设计嘛，就是嗯，那边它原画那个那个拉赞那个原作者他也给了一个特写，我其实特别想把那个嗯那个就是对对对这个角度，倒数第二张，它是一个侧面的一个角度，我其实想把从这个角度去往这边看，但是要往这边看就会看到那个里面的门，因为它总不能是一个非常自闭的一个结构，它应该是往里面通，能看到那个里面的场景，才会更加的有生活的感觉。就我当时有想过去做这个角度，但是，嗯，时间多还行，时间。对对对，真的会可能会增加一下时间嘛。不仅仅是这一个房子的设计，可能会周边的环境要设计的更加的细致一些。嗯，我有想过以后再去放在以后的工作那个时间吧。现在就是当时就想着，走完咱们这套流程，然后呢，能在年底顺利的找到工作。现在也是如愿以偿了。然后嗯，其他的没有更多的，没有想过去把它设计那个大世界，就想着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房子的小设计。就是您这个我感觉介绍的也是蛮多，我感觉你应该是也有不少自己的一些后面的反思啊什么的。啊，有的，就是每次老师作业我都会反思。然后你可以讲讲，就是你创作过程中印象比较深的部分，以及就是说你可以给大家一些什么嗯嗯嗯这个经验总结等等都嗯可以说。其实如果按照严格的那个步骤去一步一步去说的话，我觉得因为我这个作品从我自己自身的方向去看的话，其实最开始的白模啊和自己的那个环境构思，如果自己像我这样就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构思，就是能把整个场景还原的特别好的情况下，尽量先把白模。在白模阶段，频繁的，就是咱们的这个作业啊，千万不能落，大胆的去交，大胆的去交，一定要让咱们的模特老师给咱给咱反馈，帮咱们去那个把这个咱们的那个设计尽量做得好，因为
自闭门造车，其实说实话，如果你都闭门造车，那你还报什么班嘛？对吧？因为白对对，模阶段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工作量，就是打，只要把他的感觉给打出来，这样就是嗯，就算有反馈，就算要改，那也没无所谓嘛，毕竟都是 box，也没有什么材质啊、UV 啊这些东西的，对吧？就只要去嗯做一些摆放就即可，就是尽量在白盒的时候是频繁的跟沟通，咱们邓老频繁沟通。然后在我自己详细那个在制作的过程中呢，嗯，其实瓦片其实我们在这个动图中能看出来，我改了很多版，从一开始的这个直方方的，完全看不出体积的样子，然后到后面我拉出了一点小弧度，拉出了一点小弧度。当时想着没有去想着去把它做成一个起伏比较明显的样子，但是直到在有一次的那个我在 A 站那个找参考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一个小姐姐，就是那个蓝头发那个特别在 A 站特别火的那个小姐哦，姐，对对对，她叫什么？就不好意思，那个名字记不清。我也记不清，就是她的一个红房子的，就是里面有小果摊啊，或者一个红房子的那个作品中，我记得有7500个赞。然后她那个瓦片就做的特别好，每一个都是实体的，这样的话，也就是咱们这个作品中，我觉得会用到。其实，在实际项目中，并不会做的这么复杂，就是对，每一个瓦片它都有凸起，每一个瓦片都有一些小变化，这样的话就会那个立体感更强。然后像我这个瓦片也会有一些破损，然后我再去做这些变化的时候，也会相对于方便一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做的是平的，然后就是做这些变化的话，就很容易有那种很假，就是割裂感很强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的这个树，我的树其实，以前并没有很多的雕刻的经验，就是，嗯，以前就是做手绘嘛，做手绘居多，然后雕刻的话就其次，中间我们也那个以前也有过接触，但并没有去做过很多这个树方面的练习。然后一开始我还是比较不自信的，当时啊我还确实找了很多参考，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参考是当时，我们之前做项目的时候，甲方甲方特别提的一棵树的参考，我还放到那个参考图里了，就是稍等，我给大家找一下。您嗯，是在这里是吧？第二，对对对，往下，嗯，哦，是这个吗？到了，再下一张，再下一张，这个对，这哦，棵树，好看，对对是。像盆栽，像对盆景。对对对，它这个树的纹理啊和颜色变化就是很强，然后也是有风格化的感觉嘛，就是没有那对，么多糙的感觉，就是它的树叶也做，它这个树叶也是片儿，然后搭起来的，然后我基本上在这张画里面就是在反复去模仿它，去找它，就是去找它的感觉，就这个原画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然后就反复雕。然后，就是在第一版的时候雕的，稀稀拉拉的，然后都不好意思交到作业，所以当能看到我的作业截图，其实树一直耽搁了很久，然后摩登老师也一直说，你这个树还没雕吧？经常每周都会提一次，你这个树还没雕吧？然后直到后面的时候，我才再抽出了1、2周，然后去专门去雕这个树。嗯，也没有雕的那么的细致，主要是为了还原原画嘛，就是有它那种感觉。嗯，然后再到后面的话，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树嘛，就是嗯，在 ST 中那个做那个树，所以我其实做了很多，就是第二章再下一章，这个树我做了很多版，就是因为那个没有办法解决在那个 UE 中发黑的问题，嗯，很假很死，然后要么就很平，我一直觉得是我那个叶片的问题，然后直到后面才知道是那个那个硬件光键追踪它会出现这个问题，还好有那位同学就是在那个给我讲了一下，我当时没有往这方面想，他不点我都不会往这方面想。然后再到后面这张图的话，能看到我的植物。其实我植物也不算很多吧，我其实也是做了2版的植物，一版是跟着咱们课程中然后做的花花草草，然后那个
装饰环境的一些植物。然后再到第二版，就是我做了一些就是说像第三排第一列的这种，我是参考了《原神》，还有那个荷叶，我也是参考了《原神》里面的植物。这为什么会就是还是参考原神的？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 A 站发现了一位咱们国内的艺术家，他那个一个场景是一个洞窟，一个洞窟的一个水的场景，摩登老师还给他点赞了。哎，也是因为摩登老师点赞了，我才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我经常翻摩登老师那个在 A 站的他那个喜欢列表，我经常翻他的列表。我就我感觉其他同学也可以，就是这样，就是我想还有那个小熊，我还很喜欢小熊的喜欢，我我都会在他们的喜欢中，去那个去收集自己的一些参考。然后嗯，再到后面的话就是我的山了，我的山，哎，就是说来挺伤心了。我的山第一版，我的第一版做了一个雪山，也是跟着咱们那个 Wood Creator 咱们的那个教程那一周的教程，然后去做的。做的时候哎，这个我人真好玩，拉调节点，不用像传统建模，然后那样去搞，这个然后就能搞出一个蛮逼真的一个山，然后但是放到我的场景中就它反而起不到它的那个效果，反而当时有一种就是拥堵的感觉，然后我就改了很多版，在我中间我有去参考咱们那个其他学院作品的一个山，是在倒数第二章有一个雕刻的山，这个山其实是参考咱们学院作品的一位同学的，他那个山我基本上就是照搬，但是摩登老师说我这个山造型太独特了，就是很容易抢我前面的是，戏，最好还是要替换掉。感觉像有个然后佛像在那边似对对的，对对对，有种无知的那种感觉，然后想去看看。就对对对，还是给替换掉了。后面我就想着，哎，既然要做成背景了，我又做了下一张，就是很平平无奇，很平平无奇，完全是背景的一个山。然后后那也来发现，挺好的。后来老师说这个，其实如果纯当背景的话，这个山就是精度不太够，就是一眼看就是很普通，也没有什么亮点，就是反而没有我第一版的山那么好。罗老师建议我还是把第一版的山就是用雾啊，或者是用那个光的那个处理方法，就是把它的还是保留它的形状，但是不要让它的那么凸显。我就把那个体积物给搞的就是加了点蓝色或者那个，然后就把它推了远一点，最后还是决定了它当了我的背景板。然后特别提的话，其实我这个作品的墙面是我当时嗯处理的，我觉得算是一个我这个作品比较也不是那叫独特吧，就是因为我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剥落的范围，我想还原原画，我想还原原画中那种它的走向，它的那个剥落的那种一层砖、一层腻子、一层漆的感觉。如果对，就是这张，我想还原它。然后如果用那种顶点绘制，我当时在交那个作业的时候，其实交的那个都是顶点绘制的那个效果，就是刷嘛。但是刷顶点绘制它只有两层，就是一层漆一层砖，就没有中间过渡的感觉。然后我还为了这事还加了咱们的唐同学。加了咱们唐同学的 QQ，因为他的效果就特别好，我就问他是怎么做的，然后唐同学也说他就是用的那个顶点绘制，顶点绘制那个做出的效果，然后我后来还是想用顶点绘制去做，但是直到我从一个那个优异工程是一个嗯参考原神的一个场景。然后它的那个墙体剥落是用的透贴，一下打开了我的思路。我想，哎，我也用透贴，然后对，用了透贴，效果好就可以嘛，对吧？对，我嗯，也用了透贴加那个用了一点点那个如果大面积剥落的话，我就用的是那个定点绘制，然后如果是那个
我那个范围的话，我就用的那个头贴，就相当于混合，是有一点就是这种两种方法混合的一个视觉效果呈现的。是这个个人作品，其实不用考虑太多的性能的节约的事情。对对对对对，嗯，这个效果好就是第一位的。嗯，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对，有个同学刚才问您一个问题，我看一下，嗯叫地白白问你，就是你现在这个新工作的工作内容是什么？能跟大家说一说吗？现在的这个这样的职责。因为在那个当时报这个班嘛，就想进研发，但是我中间也报了，也参加了很多面试啊，然后投了很多简历，这样并没有，因为可能我作品也没有那个很大嘛，因为有很多 HR 他们就说，他们要搞一个那种大世界啊，甚至要有那种鸟览的一个地图，就是要么就是要有3、4年的工作经验。就是没有地边工作经验的话就不会去要，然后又到年末了嘛，然后又加深了我这个找工作的心切，然后我就那个还是投了那个模型岗，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工作，并没有在那个地边岗那个搞下来。我想，嗯，还是继续那个做一个大的作品吧，还是想在这行深耕，就是并没想一步拉得太大，就是一下就能进去到研发的地边岗，这边想的有点太好了，就是现在仍然是模型岗。是一个小的初创的一个公司，老板特别的好，也是工作了现在马上2个月了，然后也是游戏的外包，是这样的。那个，大家还有什么其他工作上？就是您对其他同学，有没有一些嗯，建议？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的话，还是就是说，就刚刚咱们有提到的嘛，如果时间比较紧张的话，还是别选择太大的原画了，真的就是，呃，是，也别那个眼高手低啊，或者是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那个工作那个不是那个是自己的，如果你在上班，那可能如果你有条件把自己的周期拉得长一点，那完全那也可以啊，就是搞一个大点的是吧？但是如果是像我一样，中间没有那个优异的地边工作经验，然后想要去接触这方面的话，就是还是以单体建筑为主吧，最好有一个完整的场景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对对，场景的话，就是我感觉如果您的场景如果当时是比较完整的情况，应该能节约起码2周的时对间吧？对对对对，就是中间会省去很多，但是这点也是更好的，因为我也学习到很多那个设计的那个对，想法，就是比如说是，这最终的成品，周边的环境的设计的思路啊，就是对自己的成长真的很大。如果是完全还原的话，反而没有这种效果，对吧？报班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嘛，折腾，对对对，嗯。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裸辞在家学习的话，真的一定要提前存好钱，有自己的一个是，经济支柱，不然的话，越到后面越焦虑，越到后面越焦虑。然后，如果到最后面，因为我们那个周期的话，其实3个月、3、4个月做一个作品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嘛。然后，对对对，如果是中间没有其他作品的话，就这一个作品，然后到后面再做其他作品，可能做3个已经蛮厉害的了，做2、3个已经蛮厉害的了。到时候投出去之后看不到效果，没有水花，就比如说其他公司很多年都不怎么，甚至都不理，就是真的挺打击人的。现在大环境很差，不是把时间线拉长一点，如果在职的话，就尽量，嗯，现在这个环境就我挺不建议离职那个专门去学习的。就是如果能在工作之余去学习的话，就更好。就是选择自己的选择性吧，有一个职业规划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提升审美这件事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喜欢的方向，有的人喜欢确实，有的人喜欢像我一样喜欢风格化，嗯，无论你喜欢哪一种，就是一定要多看，多看大佬那些点评，多看一些厉害的人他的一些分享。
我如果不论是从审美还是从技术上，真的是要多学习多看。嗯，如果是看图片也好，也可以是去那个去扒一扒那个别人的那个优异工程。对，我那个们有一个万能的淘宝。哦，对对对，我那款的就是就扒一扒，就看一看，就是真的能学习到很多。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了。建议就是一定要好好加油。这个就是尤其大家那个尽量还是说在一个经济相对稳定一点的情况下，就是我感觉就您刚才说那个，就是存一些钱，我感觉还是蛮重要的。这个，嗯，对要不然心里就会慌的情况下的话，就会对，容易焦虑，很难受。对对对。对内耗。然后大家对天青同学这个作品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技术上技术点等等都可以问一下。因为等下我可能就会问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他喜欢什么游戏等等。其实咱们聊的感觉一直都挺轻松的。感觉现在公司用 Unity 的多啊，我感觉总数量肯定是 Unity 的会多一些吧。请问风格化和写实比，哎，这个这个我个人不是特别清楚市面上具体的就是你现在能看到的风格化和写实岗位比例。那个天青，你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你感觉嗯两边的比例大概怎样？嗯，但您找的应我当时该是风格化的多吧？你主不要找风格。也当然是了，但是因为我当时有真正去去看过这些岗位。嗯，在我当时有1到2个月的，当然我在那个学习的时候也有在看岗位。其实，传统那种写实的，嗯，不是那么的多，是真不是没有没有风格化多。因为现在的我个人的，接下来的讲的都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因为风格化它的，嗯，它的这种美术表现就比较适用于去开拓一些玩法。就是当时这点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是因为当时我在也是看的一次任天堂的是他们的一次采访吧。也是青岛英二说，那就是我当时塞尔达为什么选择风格化，没有选择那种超写实。因为风格化它的嗯一些设计会更容易让玩家注意到场景的互动，更加让玩家有一些场景互动，然后也更容易适配于一些解谜，或者是我当然只是类似于那个塞尔达他们的那个技术分享。当然也非常觉得我自己也非常认可这个，就因为风格化它的对于游戏本身的一些交互，还有那个指引，然后美术表现也不会那么的局促。你可以是欧式的欧美卡通，也可以是日式卡通，也可以是咱们中国的这种国风。然后就是它风格化并不是只是一个单独的卡通，就是它的方向会很多。就写实的话，还有一个受众群体嘛。嗯，如果啊，对对对。非常非常写实的项目，受众群体会从普遍的大众可能会更倾向于男性同胞的咱们对对对，男性对吧？是。青壮年男性可能特别喜欢。对对对对对，也就是从游戏公司的角度上去看的话，我觉得风格化，可能会比较适用于，游戏的开发方向。当然，以上言论仅凭我个人臆测，呃，其他同学仅供参考。主要是国内市场来讲的话，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你可能说，在一如果些是发达 3A 国家啊，的话，对他们的可能主机量特别大的情况下的话，就对有可能会喜欢一些写实的3A 的游戏。对，比如说对马岛啊，那个蜘蛛侠呀这种。然后那我就可能想问您一些，就是你喜欢玩的游戏了。然后哎，最喜你欢的环节。之前跟我说了，你是喜欢两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是艾迪芬奇的记忆，你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讲吗？这主要就是随便聊一聊了。就是艾迪芬那些记忆，为什么说能在这么简短的采访中非要提他一句呢？这是一个
怎么说呢？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游戏，也是一个我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第九艺术，在我心中的真正的一个第九艺术。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游戏，它对于它很会讲故事，它不仅仅是像就是对话或者是视觉表现给玩家去传递，它是用一种真正的操作，就是用玩家的互动嘛，它更像一种互动式电影。它的稍等稍等，我把就嗯嗯是您中间提到过的一个片段给大家放一下，嗯然后就是我边放的时候，您可以边说一下。然后这块儿的话，我是借用了这位 UP 主好为伴我行的一个视频，他正好是录到了这一块儿。然后就是我记得您说你这嗯嗯个鲨鱼嗯嗯嗯这块儿您的印象很深，你可以继续讲您这个。嗯，在这一段其实就能看得到它这个，嗯，游戏是怎么进行的呢？我们当时在操作的话，就是左手是操控这个画面中的这个小黑块儿，它是这边的他在幻想，他脑子里在想自己在那个童话世界中那个闯那个游荡，就是无论惊奇的记忆，但是他右手呢还是沉迷，还是在现实中，就是做一些切鱼的一些工作，就是在那个渔场中工作。然后呢，他到后面，由于自己过于沉迷，过于那个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他的这个幻想的视野啊，他就越来越发的清晰，越发的大。从一开始的就仅仅只占屏幕中的一小块，然后慢慢到溢出到自己的视野范围外，就整个画面中全部都是他的幻想世界了。而且他幻想世界从一开始的俯视，就是整个是一个平面的2维的世界，然后慢慢转向了一个立体的2.5D 这么一个世界，就让玩家有一种非常深的沉浸感。然后也很好的表达了他的这种幻想世界越发的这种沉溺在自己的幻想，就是精神病，就是精神病了。然后由于他的幻想基本上都是，一开始自己是一个勇者，然后到后面到一个那个城镇里面有很多的追随者，而自己现实中一个小喽啰突然这么受欢迎啊，那不得了。肯定就是很容易沉迷嘛。然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开始玩家要左手右手都要操作嘛。一开始我也是非常的不习惯，那鱼切的稀稀拉就会非常不好。然后到后面，我仿佛也适应了这种感觉。我左手操作那个他在那个幻想中的世界，右手那个切鱼就一点都不影响。就仿佛我就能体会到他的感觉，就是我的生活的他的这个生活就是已经麻木了，就自己也已经习惯了当前的这种感觉，就很有这种就是跃出第三道墙的感觉。这是一个这个他卡住了。到后面就是他整个视野都是自己幻想的自己幻想的世界的样子，就整个就占据了自己的视野空间。然后到后面非常残酷的是，他有第二个视角嘛，就是看他在切鱼场的那个还在还在切鱼场那个切鱼，就是都已经疯了。我有应该是到最后面了。那有没有在疯癫的地啊，方呢？对对对，就是他在切鱼场工作的样子，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嗯，这个太过于阿 其实 Q 了有一点悲，那种感觉。对对对，到后面就是，在他的幻想世界中，自己已经是登上了王位，已经开始准备加冕了。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就是他加冕太暗黑了，就不说了。已经看到了啊，已经有一点那个缩略图了。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自己去体验一下。对对对，就不过多剧透了，就不过多剧透。啊，另一个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塞尔达老环节。嗯，塞尔达的话，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款游戏，非常非常好。哎，不得不赞叹任天堂真的是在一个这么小的、这么局促的一个机能的环境下，还能塞下这么一个庞大的世界，有雪地，有火山，有戈壁，有草地，有湿地，
基本上环境都有，哎，就是没有大海，但是这并不重要，这并不妨碍它好玩，它真的非常的好。我觉得它的这些这么大体量的一个游戏工程呀，就和我们在那个正常制作中啊，就是在一张512上面画下了一个细节满满，而且又非常震撼的一幅油画。512甚至我都有点夸了，256反而好像更贴切。这么局促的性能上还能塞下一个旷野之息哦，还有王国之泪。王国之泪没有夺得年度最佳，哎，挺失望的。我个人是王国之泪玩的多一些，旷野之嗯，息的话，当我也是。时没有太多时间玩儿。王国之泪，我好像打了170个小时吧。那个旷野之息我就打了80个小时，还连带 DLC。然后就是其他其他的游戏，就是您之其他的游前玩的，对戏，你影响比较大的、比较喜欢的，其他的也话就是只是略微带一下吧。嗯，这也是其实喜欢其他游戏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风格化。就是刚刚咱们也有聊到，就是为写实和风格化就是这个的占比嘛。就是我自己刚刚我是作为一个从业者角度去想，现在我是作为自己一个玩家去想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就是很晕3D。我这个人非常晕3D，就是什么吃鸡啊、CS:GO 啊，特别甚至以前的 CF，我都晕3D，就是玩着玩着我就想吐。然后基本上那些 FPS 游戏我都没有办法玩下去。嗯，直到后面我到大学中接触到了那个《守望先锋》，《守望先锋》那个真的就是，哎，不晕了，给我治好了。一下给我治好了。那个就很奇怪，就是越写实的，就是我就越容易晕，甚至不是第一人称的话，第三人称我也时不时会晕，这样其实挺可惜的，没有办法体验那么多的那个佳作，就是作为玩家是挺可惜的。然后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了风格化，没有选择在那个去报我们的写实班，就是我本身就特别喜欢风格化的一些游戏，无论小小梦魇啊、马里奥啊，还有那个Instead 的也是一个横版解谜的，还有那个呃瑞奇与叮当，瑞奇与叮当的美术我也特别的喜欢。就是这种风格化的游戏，我都觉得带点解谜，特别是带点解谜的，我就更喜欢了。大概就是这样吧。然后那个大家趁天青同学还在，就是有没有一些其他问题问问他？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就让天青同学先休息。啊，聊了一段时间了。是，是不一不小心聊了那么久。对，就是，但是因为您那个比较健谈，所以说这个信息量是比较大的。可能这啊，次大家还是比较超值的，感觉得到了很多是吗？信息，尤其还得到了你那个高考的一些经验，对吧？哎，高考同学，哎，直播间应该不会有高考同学吧？哎，其实现在可以最后位了，点一下题，点一下我最想说的一个点，就是我的作品中其实藏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一个小一个对塞尔达的那个我的那个中间的那个石头下面藏了一朵静谧公主，它是塞尔达在旷野之息中塞尔达最喜欢的一朵花。那啊，这个我们在个画面上能看到吗？就是路的右边有2块小石头，然后中间一朵蓝色的小花，能右看到吧？边啊，这个是吧？对对对，这蓝色的这嗯，个这朵金蜜公主，我打算在我后续的作品中我也会加上它。可以可以啊，成为你的签名了。希望任天堂不要告我。那有个同学问：新人地边实习3000元正常吗？嗯在这个考虑这个前提下，就是你自己的话在哪个城市啊？这个这个公司它的规模有多大呀？它做的是研发还是外包啊？就这种就多方面考虑嘛。就你单独给了一下，就说3000正常嘛，就是咱也不太好作为评价，对吧？如果要是这个工作在你这个自己规划的这个道路上是一嗯。个，就是比方说能接受的一个东西，
倒是也可以考虑。对，只要是在游戏行业里面，比方说你喜欢游戏，或者假设你特别喜欢影视行业，嗯，你就尽量是去影视相关的公司嘛。对因为有的时候你跨行业他会不太认可你的对，经历，这样。跨行业确实不太会容易认可。就是相当于你那个年限，大家就不太尊重你之前的年限嘛，这样。其实工作年特别重要，就是这样。之前招聘的时候就会正常说，呃，2到3年的地边工作经验啊，或者3年的研发经验啊，或者有真正接触过项目的，从开始或者到落地的一个经验啊，就是有针对性非常强。对，然后之前也聊到了一个现在就是竞争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大家也知道今年的就业形势，游戏行业这边也是比较严峻的那个字情况。节的那个，对，所以另外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大家这个地边作品已经越来越规范，然后这个对效果也越来越好，就对包括有摩登班的存在或者一些其他班的存在，对所以说也是，就是让你作为一个新人的话，你可能作品来讲，就开始比以前要卷一些，大家都会对，更正式一些。要更加的好。对对对，而且数量得稍微多一些，对尤其要应聘这个地边岗位，你可能就像这个水平的这个作品，就肯定要不止一个，而对，且规模上要大一些才行。虽然就是咱说，那个要在于精不在于多，但是也不能就光就一个，就真正要有一些那个作品才能拿出去投。嗯，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可能今天就让天晴先聊到这儿，因为已经聊了1个半小时。这个我今晚不好意思，耽误太久了，我今晚还想把那个什么，把是吧？那个剪出来，就直接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应那不行就该是一个明天吧。非常好的。不，我还是习惯就是因为这个剪辑后面处理，因为也做了好几十个嘛，嗯嗯嗯嗯，所以以至于效率过于高，所以现在基本不会感觉到太累了。哎呀，这个也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有的时候，就像你玩那个游戏的时候，对吧？两只手，两只手，两只手，然后那 开始不习惯。那你后来做多了之后的话，你就发现你确实能习惯，而且因为是你在做嘛，你的效率会变得非常快。所以这个对的，给别人是的，的话，给别人做的话，我感觉可能会麻烦一些。但是现在这个软件上的插件我都已经备好了，哎呀，然后处理声音，然后就很专业。处理它那个间隙，把没有用的地方删除掉，以及说我需要用到的图片，怎么往里插的话，都熟练之后的话，就是就会正儿八经的工比作经验了，比较轻松，杨老师。对对对。然后那个那就今天就先到这里，那个感谢天青来给我们分享，然后那个大家也早点休息。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千万不要2、3点睡觉，身体重要。还有一个经验，一定要保护好身体，保护好自己的腰、自己的胃，还有自己的颈椎。对对对，是。好，那大家再见。再见。